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，也就是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和吸收处理掉的温室气体达到均衡。这样精确到年的承诺，是中国为了保护全球环境、维护人类基本生存条件而做出的郑重承诺。中国是准备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的话题，我们说的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指责中国不履行气候义务，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捞过界了呢？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呢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·沙利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，指责中国不履行义务，还声称呢，中美关系紧张并不阻碍中国履行责任。自从新中国建立，美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中国进行打压，几乎成了中美关系的主轴和主线。在前20多年的时间里面，美国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向新中国施压，然后分别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呢碰了一个头破血流。中美建交以后呢，曾经有过那么一段短暂的蜜月期，但是没多久啊，美国人干涉外国内政的恶习又按捺不住了，最终引发了中美关系的全面的恶化或倒退。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，美国虽然没有直接用战争的方式向中国施压，但是政治的辱骂、经济制裁、技术封锁、拉帮结伙的围堵中国从来没有终止过。当然呢，美国所有的这些针对中国的丑言恶行，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。最近的一次较量就是特朗普发起的拜登继承的对华贸易战，但是眼看也要搞不下去了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呢，已经在公开讨论放弃对中国实施所谓的惩罚性关税。至于美国要中国履行什么义务，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从来就没有明确的能够说清楚。中国政府早已明确的承诺，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，也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再增加。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，也就是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和吸收处理掉的温室气体达到均衡。这样精确到年的承诺，是中国为了保护全球环境、维护人类基本生存条件而做出的郑重承诺。中国是准备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，而美国从来没有为自己规定这么一个明确的时间表。对于特朗普政府期间退出巴黎协定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合作的损失，拜登也不过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抱歉而已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补偿举动。另外啊，这位沙利文顾问站出来指责中国在气候问题上没有承担义务，这是毫无根据的。美国总统任命的气候问题的特使叫克里，他已经多次和中国方面进行了接触，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样的像样的成果，但是全世界都记住了，有这么一位叫克里的人在负责美国的气候问题的外交斡旋呢。沙利文作为国家安全顾问，把手伸到别人的饭碗里，这是明显的捞过界了嘛？说明美国政坛高层如今已经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了，更大程度的混乱还在后面。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任性态度，可能导致巴黎协定再次陷入僵局。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呢，特朗普大力推行美国优先政策，悍然退出巴黎协定，让全世界看到了美国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。拜登政府把重返巴黎协定作为自己施政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但是现在看来，拜登政府也不是真心诚意的想要解决气候问题，而是为了回到这个国际机制当中，继续把它作为抓手来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。中国作为世界工厂，当然是美国攻击和指责的首要对象了。美国的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，既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商品，又要中国节能减排，还拒绝向中国的环保领域提供科学技术支持。这几个因素合在一起，可以看出美国的根本目的就不是希望中国能够解决排放问题，而是要给中国找麻烦。这位沙利文顾问呢，还有个说不出口的要求，我们也能够猜得非常清楚，无非就是要想对中国罚款这几个字。今天的美国已经深陷财政危机，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居民个人，都欠下了巨额的债务。在美国看来，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，就是看能否从中国那里敲诈来一大笔钱，或许再来一次庚子赔款，才能够满足他们的狼子野心。这是典型的黑社会敲诈勒索的手法。如果美国继续把巴黎协定当作他收保护费的混乱接头，那这个国际机制崩溃，只怕也是眼面前的事了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